嗨，大家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Olivia OO， 我是 Olivia OO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跟我的朋友一起用了床单做了一件洋装，虽然做了一些改良，但是原作是 Jess。手上有的布料有白色的单人床套、黄色格子的双人床单，跟上次在二手店找到的布料，还有好久以前在二手店找到的加大双人床单组。确定我们要做的洋装之后，我决定带这2块布去朋友家。这是朋友这一次要使用的素材，也是床单。这件上衣的模板来自于 Jess 的一件洋装。你的现在超方便的耶。对，你的那个布，没错。来看看 Jess 的模板。测量胸围和可以完全覆盖胸的高度，画出这样的长方形。我们可以左右对折来操作，之后对称的部分会比较方便。对折后画在哪一边就都没关系。先在上缘标记出1/4胸围加1公分，还有1/2胸围加2公分的位置，这分别是胸线和侧线。接着标记胸部两端顶点距离除以2的位置，要测量的还有胸部顶点跟上缘的距离。接着我们在侧线往下7公分的地方做一个标记，在左端的中点也做一个标记，把这3个记号用一个弧线连起来。沿着刚刚的弧线把多余的布料剪下来。上衣的雏形大概就出来了。接着我们要缝制的是胸线的部分，需要一点弧度。沿着刚刚标记的胸线位置正面对正面对折在一起之后，标记上面往内1公分，在下缘的部分往内2公分，两端分别连接到胸部最顶点的位置。下胸围就因人而异，不一定是拿掉2公分，就看你的胸围跟下胸围的差，怎么样做收放比较舒服。重复相同的动作，把内侧跟外部的总共4条胸线的弧线全部画出来。缝完记得要套在身上试穿看看，看这个弧线是不是你要的。哎呦，哎有一只苍蝇。耶！接下来缝一条新的侧线。新的侧线就是正面对正面之后，从上缘渐进到下缘1公分的位置。重复相同的步骤，内侧跟外部总共会有4条新的侧线。在接缝上衣的内侧跟外部之前，我们要先做肩带。肩带的做法就是左右两侧往中间折，再对折一次，缝在这个开口的边上。在 Jess 原本的影片里面，他用的是70公分长的缎带来做这个肩带，可是我做了80公分。觉得还可以再加长，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厚片的女孩儿们，你可以考虑再多做长一点的肩带，这样绕到后面要做绑带的时候也会比较绰绰有余。肩带的缝线靠外侧的部分来摆放，然后安插到
上衣在胸线，就是公主线的那一条缝线的两侧，用3/4的缝法把上衣跟肩带缝合在一起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要缝合的是衣服最两端，也就是背后的这个高度，一直到下缘的部分，只留中间下缘的中间这边不缝。缝完之后长这个样子，你可以把2个直角的角度剪掉之后，把它反翻过来。你可以选择刚刚的边全部用之字形收边，你也可以选择反翻到正面之后，在所有的外缘缝一条平针来处理它的边缘平整度的问题。接下来就可以做裙子了。裙子的部分相较上衣显得就非常容易。首先你要量的是你的臀围，还有你想要的裙子的长度。按照这个大小剪出前后2版裙子。剪下你所需要的布料之后，前版的上缘用比较长的针具缝一条平针。它的裙子的背板在上缘的部分要多留4公分，这4公分要往下翻折2次，制造出一个可以让松紧带经过的小隧道。取1/2的腰围的松紧带，然后把它安插到刚刚做的这个小隧道里面。在做这个步骤的时候，记得头尾的部分都要先加以固定，再来做缝制会比较顺利。裙子的上缘、前板跟背板都准备好之后，就可以在2侧的部分做接合，再用之字形收边。你会发现在对齐裙子的时候，前版的裙子会多出一些大概2-3公分的布料，这部分的布料是要安插到上衣的下摆这个开口的部分，把上衣的内衬的正面面对裙子的反面来做结合，在上缘结合的部分取所剩的布料做缝份。外部的部分往内翻折相等的缝份之后，固定在这个前版的裙子上面，然后在外面缝一条平针。好了，接下来只要把裙子的下摆往内翻折2次，缝一条平针做收尾就可以了。在制作完之后，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可以做大大的改善。这个应该要先接前版的裙子，然后再缝背版的裙子，在 sizing 这里。好。另外有几个心得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它的绑带后来我们有做加强的固定，前面的绑带我觉得它放在胸线的位置对我来说有点太窄了，如果可以再做一次的话，我也想做宽一点。那朋友是觉得裙子太蓬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它可能就不会做这么蓬。我是觉得裙子太长了，所以后来改了比较短。那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的话，可以给这集按赞。如果你想看更多这样子的影片的话，你可以按订阅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